高雄在地人閒聊哦，2993間手搖店喝掉43.3億，高雄為何稱為手搖之都？4大關鍵一次搞懂。先說結論哦，高雄一年有300天都是夏天嘛，當然會到處出現手搖店，然後最後就變成手摇之都了。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工業風裝潢要怎麼做哦，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今天又忙到超晚，回家就癱在沙發上，肚子就餓得不行。我最近找到一個超棒的解決方案，就是直接拿出這包藍海鑽，它現在已經變成我的頂級宵夜了，尤其適合我們這種拍片的人啊，那作息很亂，或是加班到很晚的人。那你有看過我的直播的話，應該都有看過我在直播上吃的就是這個，我這真的是蠻好吃的哦，我爸媽都說好吃。哦，它吃起來不輸現煮，我自己也會買來囤。那我平常的作息拍完影片，麵店什麼的都關門了，所以我之前都是在超商啊隨便買，也吃得很膩了。但是現在我回家就可以煮藍海鑽來吃，其實也不算煮啦，就是把水煮滾丟下去，然後把麵撈起來，調理包隔水加熱就好了。只要你會煮泡麵，你就會煮這個。哦，那我認為這個藍海鑽很厲害的地方是，它是真的很用心在搭配哦。像這包紅燒牛肉麵用的是寬麵，所以它的麵體吸飽湯汁以後咬起來非常過癮。然後還有另一款番茄排骨麵，則是改用細麵。你看這個細麵這樣一吸就會把那個微酸微甜的湯頭一起帶上來。這種不同麵體的搭配，這就是懂吃的師傅才能煮出的傑作。而且你看這個牛肉，哇，這不是泡麵裡那種有跟沒有一樣的碎肉它是用澳洲的頂級牛腱心，每一塊都又大又厚，這才叫做吃肉。說真的，這包完全刷新我對調理包的印象，完全不輸外面大餐廳端出來的餐點，而且分量很實在，男生吃一包會飽，女生分2餐吃剛剛好。好了，不講了，我要繼續吃了。如果你也想吃的話，這是我幫你爭取了超划算的限時團購優惠。紅燒、清燉、麻辣、番茄，各種口味的牛肉麵任你挑選。你不吃牛也沒關係，還有日式叉燒拉麵跟排骨麵可以選。那個叉燒超厚又超大塊哦。那我自己建議你直接選6盒2439的方案，這樣算起來一包只要200出頭，而且會多送你一包雞湯。相信我，你只要吃過一次藍海鑽，你就真的回不到泡麵的世界了。支持台灣品牌，又能填飽肚子，一起吃起來。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高雄的手搖全台第一，這是來聊一個有趣的新聞哦。標題我念一下：上半年全台手搖喝掉290億，高雄獨佔43.3億，蟬聯手搖之都。很酷哦，高雄連手搖都要喝贏別人。那我們簡單講一下內容，就是以今年上半年來看，全台灣喝掉的手搖店總金額突破290億元，其中高雄就佔了上半年哦，這才半年而已哦。其中高雄就佔了43.3億，就是1/5。然後高雄的手搖店統計總共有2993間，3000間啊，再加上一些攤車什麼有的沒的，一定有全台最多，而且佔比達到1/5，等於每5間飲料店就有1間開在高雄。那我們就來閒聊說，為什麼高雄人這麼愛喝手搖，視喝如命？最簡單的原因就是氣候嘛，高雄很熱啊，你在高雄一年有超過300天可以穿短袖。反正現在高雄最冷就是現在這個樣子，然後其他時刻都是短袖的可以喝冷飲啊，所以在高雄賣手搖比在台北好賣很多。那你可能會想說沒有啊，台北冷的話可以賣熱飲，好，有道理。但是對手搖來說，熱飲比較麻煩作業的時間變慢。你去觀察店員做一杯冷飲跟做一杯熱飲，絕對是冷飲製作速度比較快，反正就是一整杯冰塊嘛，然後茶湯再給它澆下去嘛，就是這樣。好，然後熱飲還額外給你什麼隔熱杯套嘛，成本上會比較高，所以手搖店賣熱飲是冬天不得不為的選項。那第二個原因就是租金很便宜，高雄人很習慣騎機車去買飲料，變成說你店面是也不用大，但是你要讓人家可以外帶，快速拿走，這樣就好，就不用像台北還要搞個座位區給消費者，怎麼有沒在那邊等。那當然你的租金就會比較便宜。第三個原因是離水果的產地近，像大樹啊、鳳梨啊、旗山啊、香蕉啊，讓南部的品牌像麻古茶坊在處理新鮮水果茶的供應鏈上，它有天然的優勢。那講到水果就要講另一個牌子嘛，叫大院子大院子大忌是彰化，跟今天沒什麼關係，我們就先不提。大院子也是不錯，
大院子開始滲透進很多那個比較高級的熱炒店或王品啊，或者是什麼，像我去吃那個什麼海底撈的個人鍋品牌然後他要擺一個飲料機，飲料機是那個冰沙，芒果冰沙跟草莓冰沙，我本來就覺得說這有什麼，這個又是什麼化學飲料調給騙小朋友的。大院子，我靠，好去喝，就是這樣，就這樣。那第4個原因是下午茶經濟高雄也有眾多的工業區跟加工出口區，這些地區的辦公室文化裡面，下午就是要揪團訂飲料，就是要了是穩定而且龐大的剛需。科學園區附近的訂飲料我有一個朋友，他說有一陣子就那個閒賦在家沒有想要急着去找工作。然後他朋友就問說，那你要不要來開車送貨？他想說靠，怎麼變送貨？結果是送那個啦，送南科台南科學園區裡面的飲料。那他就開着他的特斯拉，然後在那邊送飲料，真的他說哇，這個也太會喝了一整個辦公室在訂哇，直接給你70-80杯，200多杯，他還要跑好幾趟才載得下，就是這樣下午茶文化，團購文化。那再來你要知道手搖店的好處我們講那麼多。手搖店這個會帶來什麼好處？我現在看到的好處是這樣，就是這個手搖店可以活絡一個商圈的經濟。當然這樣講是比較誇張，但是你看以高一商圈來說，它的飲料街就樂和一街，你去認真數150公尺之內10間手搖飲料店，然後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嘛，有一間叫小雅茶飲嘛，芋頭西米露嘛，這個也都很有名，都開在那裡。因為那個醫院也是那個手搖下午茶團購大戶。以前在陪家人的時候，我在那邊等餐然後就看到那個手搖一車一車推過來，然後還有一些就比較菜的護理師還會被叫下來拿飲料，他們就是不知道哪來的推車，不是用提的推車那放滿，然後那邊推上去。奇怪，不是說那個不健康嗎？都在醫院工作的，他哪有管那個健不健康？能夠補充能量讓心情變好比較重要。那還有鹽埕區新樂街有一個稱號叫奶茶一條街，華達奶茶就是從那裡出來的雙飛奶茶什麼有沒的。好，那非常的多啦，就是手搖啦。好，手搖一多就會怎樣？年輕人會過來然後附近的餐廳慢慢就比較有客源接着慢慢變熱鬧。所以對於一個商圈來說，手搖應該算是蠻重要的組成成分，因為它怎樣？它消費很便宜，相對便宜，又能夠穩定帶來人潮，而且也鞏固這些區域店面裡面的投資價值，那也能降低低樓層店面的空置率。我換個問法，就是開手搖店跟開夾娃娃機店，我當然是比較喜歡開那個手搖店所以說手搖業的興盛對高雄一樓店面這種商用不動產都起到一定的支撐作用。那最後我們來討論手搖店是商圈景氣的領先指標判斷一個地區熱不熱鬧，我們最直覺的方式就是數什麼？數超商數全聯對不對？生活機能這的確是生活機能的一個做法，觀察的指標。但我們如果想判斷的是一個商圈的潛力或者你想知道你家商圈還熱不熱鬧，我現在看一看是手搖店手搖，因為超商跟全聯是生活必須，意思是只要附近還有人住就算位置偏一點，大家還是必須要去買。但手搖就是衝動消費，依賴的是路人的過路財或是其他地方的訂單外送的訂單，你就經過的時候停下來買一下。所以有一些地區會開始出現手搖店越開越多的情況，就表示這邊的商圈開始要變強了。你手搖在經營上以前很便宜嘛，你用那個攤車都可以，像那個什麼紅茶冰不是一堆嗎？我當兵都喝那個紅茶冰。然後手搖店的話，它就是打一個店面，然後很快就可以開業，然後就可以做就是這樣，它投資的成本比較低啊。所以說如果一個商圈它要變好，會先開的東西應該就是手搖店，它應該不会先開一間鼎泰豐，不可能啊。所以先開一個手摇店，然後手摇店越開越多，這個商圈就起來了同理那個商圈手搖越開越少一直關GG而且對於投資店面的人來說，手搖店很不錯優質租客手搖店總是比那些餐飲然後弄得老鼠蟑螂風險一大堆還要好吧手搖店感覺就還好。我如果有跟店面那個50人要來跟我簽我一定簽給他，問他能簽幾年，5年10年15年隨便他開，就是這樣，50人又不會倒好，這些手搖店那競爭非常激烈，那背後可能有3個你沒注意到的優勢。手搖店現金流強，手搖店都現金嘛然後要麼就是 Line Pay 嘛Line Pay 的話它賬期很短，沒有什麼被欠賬的風險，所以真的是看他們生意好或不好而已，所以他們付得出高的租金甚至比很多餐廳還要敢去租那些比較貴的三角窗。第二，裝潢週期短
手搖店又沒有內用，說輕資產啊，裝潢又快速又簡單。像高雄還有一個牌子叫原石哦，圓圓的石頭，原石它的裝潢我就覺得很挑，它只裝潢那個門面，後來也帶動一個風潮，只裝潢那個面，意思是它裡面的茶桌茶湯幾乎不裝潢，還是日光燈，它就是把門面弄得很漂亮，然後給你飲料是從那個一個洞口，然後還有布簾哦隔起來讓遞出來哦，所以我的裝潢我只要裝潢那個門面就好了，蠻屌的做法哦，就是這樣，裝潢快速又簡單，可能快起來不用1個月哦。那比較大的店裝潢也最多2個月就好。第三，高替換率也沒關係哦。就雖然手搖店的那個起起落落很快，但是對房東來說，只要他的地段好，這家不做，下一家馬上補進來，店面會一直有人租，整個商圈就會一直有手搖店在開。所以如果你去觀察逐漸沒落的商圈，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狀況，商圈的餐廳哦都在苦撐，火鍋店沒幾桌客人，甚至連1桌客人都沒有。他也要怎樣？也要每天開，但是手搖生意不好，立刻就跑。為什麼？這並不是因為手搖的生意特別難做，而是手搖撤退的成本低啊，就幾台封口機、制冰機、冷凍櫃，就這樣啊，貨車搬一搬，整間店就把它運走了。但餐廳就不是這樣，廚房設備、排煙系統，昂貴的裝潢費用、內用，餐桌椅要退場，要大張旗鼓，所以餐廳老板即使出現了一時的虧損，他也會咬咬牙繼續撐着。用世紀帝國遊戲來說，那個餐廳就像重裝步兵啊，進場慢，退場也慢啊。手搖就是騎兵啊，就是風箏啊，打帶跑的這樣。一苗頭不對，生意不好，我立刻我轉身就跑就這樣。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了高雄手搖店數量與消費金額都領先全台的現象，並分析了高雄成為手搖之都背後的原因。高雄就很熱嘛，然後它租金就比較低嘛，跟強大的下午茶文化。我也為你解析了手搖店的多寡，如何成為商圈景氣的領先指標，尤其是它現金流充沛、裝潢迅速跟替換成本低，讓手搖店成為觀察當地地段商業潛力的重要依據。結論是，高雄手搖店蓬勃發展，不僅反映高雄人的消費習慣，也讓它成為觀察與評估商圈投資潛力最重要的指標之一。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高雄最頂的飲料店是哪間？A. 八曜喝茶。B. 老薑紅茶牛奶C. 我覺得還是金牌啤酒比較好。對哦，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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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哦。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啊。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哦。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
比較爽。哎，對，按了嗎？哦，按了哦，好哦，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哦，講八卦就手搖了哦，手搖八曜和茶，八曜和茶很秋嘛，很帥嘛，哦，就是一間飲料店很日式嘛，然後看起來就很潮很帥這樣哦。加盟金說600萬了，然後他店裡的日文哦被一個 YouTuber 說是亂寫的，還有拍影片，你去 YouTube 搜尋那個日文警察，然後八曜和茶就有，超好笑，就是日文變成一個排版，反正他就賭他的消費者都看不懂，哎，沒想到真的沒什麼人在看，所以就是這樣。八曜和茶，哇，他的那個茶一直出，推陳出新，然後設計很厲害，就是他的那個 DM 啊什麼的都相當有質感哦，就是一個很潮的店就對了。八曜和茶我記得高雄有開，然後也沒什麼排隊，反正我去買我都買得到。什麼507哦，然後什麼600幾的哦，就是這樣。喝起來我是感覺都差不多，我自己的感覺啦哦，但是它的那個包裝就會讓你覺得這個飲料比較高級。然後北部不是也開了一間嗎？排隊排得跟什麼樣？那個在高雄都行啊，你只要不是吃飯時間去，很快你就排到，甚至是不用排隊的哦。我喝好幾次了。然後還有第二個是茶攤哦，它比較像攤子，它也不是一整間店這樣，就是攤哦，叫紅茶老爹哦，攤車，這個我也蠻常喝的。哎，那我喜歡它的原因是它的糖用2號砂糖，2砂哦，就不是果糖，比一般便宜的果糖好。哎，就果糖跟砂糖，我之前也拍片講過，反正就是你是砂糖，你喝下去弄一弄，然後就變成葡萄糖。啊，你是果糖的話，哦，弄一弄會儲存在肝臟裡面，久了就變脂肪肝。可是果糖很便宜啊，那個一大桶果糖哦，長得跟清潔劑一樣，一大桶商用清潔劑一樣，啊就很便宜啊。哦，那反正我現在會留意，就是用砂糖來做飲料的店家哦。那紅茶老爹，我個人認為蠻不錯，他茶攤，然後說在高雄地區也100多攤了，哎，我都喝那個紅茶牛奶哦。然後第三個，我自己私心最推薦的就是廣招英，它是麵店哦，賣餛飩麵什麼，可是你可以去點啊，它的紅茶牛奶哦，紅茶牛奶，反正它取名字叫紅茶牛奶，它轉頭就說哦，奶茶2杯，哦，就這樣，好。我喜歡它的原因是它好像到現在還沒學會偷工減料，所以就是紅茶牛奶1杯30塊哦，1杯30，我都一次買2杯，然後裡面也沒有冰塊哦，反正就是紅茶加牛奶就是套給你就對了，我覺得很好喝耶哦，他們選的紅茶哦，他們選的牛奶我覺得很好喝，然後又便宜，每次我都是買2杯，它就是固定的那個杯子哦，不同的店可能不一樣，因為我去吃過廣招英有的還可以封口機的。然後我常吃的那件是沒有，把它端給你，還問你要不要蓋子哈。如果不要的話，他也懶得拿蓋子給你，就是直接這樣子給你，那就喝嘛。我通常都一次點2杯，然後直接立刻把1杯喝掉，然後剩下1杯再慢慢喝這樣哦。然後邊吃它的麵，我是覺得好好喝哦。廣招英的紅茶牛奶，我之前也拍一支 podcast 專門講過，整集都在講廣招英嘛，就這樣哦。所以以上這就是3個我推薦的高雄手搖品牌：八曜和茶、紅茶老爹跟廣招英。廣招英不是手搖啦，但是那個飲料真的很好喝又便宜。就這樣，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2鄰居、對付2房東、對付2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